边看王者边听小说，苏哲王者荣耀，夜黑语著。第538章情绪。苏哲的分析没错，现在的 Quake 战队果然和之前不同了。如果说之前的 Quake 战队处处表现得冷静、狡诈、沉稳，像是一位潜伏在草丛里等着抓狐狸的猎人的话，那么现在的 Quake 战队就像是被狐狸咬伤的猎人，瞬间变得愤怒、脆弱和绝望。寒山真的强，韩小军也点头道 ，Quake 战队就只有一个破绽，但还是被他给抓到了。苏哲深以为然，没错，如果这条大龙 Quake 拿到了，他们基本上就可以滚雪球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。可以说，这条大龙是 Quake 全场拖节奏的精华所在，是他们最后胜利的果实。可是这枚果实却被寒山给抢走了，直接横刀夺爱。这样一来 ，Quake 会觉得他们之前所做的一切都白费了，拖了那么久的节奏，绷紧了那么久的神经，全部都浪费了。韩小军凝重点头道，其实之前的比赛，尽管是 Quake 一直在对神殿战队进行骚扰，是他们主动在拖节奏，但这个过程中的痛苦是双方承受的。Quake 战队并没有比神殿战队好多少， Quake 战队之所以表现得很冷静，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样拖下去神殿肯定会先垮掉，因为他们知道这样拖下去再拿一条大龙就赢了。可现在大龙被神殿抢了， Quake 战队全局的最终部署直接垮掉了。Lucky 道，所以他们先崩溃了，神殿反而像是得到了一个续命的机会似的。韩小军点头道，没错，寒山的这一次抢龙，直接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逼得 Quake 战队自己崩溃了。听到这里 ，Lucky 不由得摇头叹息道，情绪真是个奇怪的东西啊，你想利用它的时候，自己却很有可能被它反噬。韩小军轻轻点头，没错， Quake 战队其实打得已经很不错了，只可惜他们的对手太强大了。说话间，团战仍在继续，只不过已经进入了后期。因为在龙坑中的团战，小雅的嬴政一个一技能命中率至少是 80%， 一个大招几乎全部命中。嬴政后期这两套技能全打中了至少是2万以上的伤害，这意味着2个刘邦都扛不住这一套。而与此同时，神殿战队将军的雅典娜也冲进龙坑，先手秒掉 Quake 的扁鹊。Quake 战队被抢了龙之后，可以说是方寸大乱，团战打的就有些没有章法，扁鹊没能保住，在雅典娜和花木兰的双切后下阵亡。但阿牛的马可波罗表现尚可，一套技能打出带走了将军的雅典娜。这时候就要靠妖帝的太乙真人站出来了，一个大招下去，雅典娜原地复活，这让神殿战队4打5的阵容变成了5打5，不至于被 Quake 战队利用人数上的优势碾压。寒山的花木兰在人群之中承受了一波伤害，状态无法继续战斗，而是切双剑形态2个一技能快速位移离开。接下来将军的雅典娜拼出第2条命，换掉了 Quake 的马可波罗，但自己也被程咬金和刘邦砍得要死要活。Quake 的东皇太一原本跳拉准备拉嬴政，却被小雅的嬴政风正致死。这个同志在这波团战中的发挥比较逗逼，一点作用都没打出来就挂了。其实职业赛上这种业余的表现很常见，关键在于你的对手是谁。在同等级别的选手面前，双方也许可以打得有来有往，但在 KPL 顶尖大神面前，大家都是菜鸡。不过 Quake 战队在心态爆炸之后的表现也还算可以，程咬金和刘邦最后幸存了下来， Quake 战队崩而不乱，有条不紊地撤离了战场。有程咬金和刘邦镇守，这一波不至于被神殿战队一波反推，毕竟比赛到了这个时间段，又有3路主宰先锋，一波拿水晶的可能性是很大的。全场比赛没有多少人头，这波团战就贡献了全场比赛几乎1半的人头数。看到这里，韩小军一拍大腿，神殿稳了， Quake 战队没戏了。苏哲则不由得对寒山另眼相看，寒山果然是大神，真的很稳。全场比赛只有一个翻盘的关键点，但是却被他给掌握住了。旺财也点头道，没错，
寒山真的太可怕了。虽然神殿战队的选手都很强，但寒山却有一种一个人带动全队的感觉。作为边路的选手 ，Lucky 也承认道，而且这场比赛寒山也没有处处表现得很抢眼，大部分时间都像是隐身了一样。但关键时刻站出来，花木兰给出一剑，一场比赛直接就变了，逆风局瞬间就变成顺风局了。韩小军看着远处正在低头操弄手机的寒山，低声叹道：“他就是这么个恐怖的家伙呀，而你们马上就要与他交手了。”一听这话，旺财不自觉打了个哆嗦。我能申请先和绿水鬼战队交手吗？韩小军瞪了他一眼，想什么呢？当然不可能。苏哲则很淡定地拍了拍旺财的肩膀，别慌，早晚都会遇到，晚一点不如早一点，因为越晚你可能越会发现寒山的恐怖之处。嗝。听完苏哲的话，旺财直接被吓得打了个嗝。越晚越会发现寒山的恐怖之处，这句话就已经足够恐怖了好吗？在这条暗影主宰被拿下之后，双方场上的局面果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Quake 战队的表现大不如前，也在主宰先锋的影响下，中路率先被破了高地。不过这场比赛却没有很快结束，接下来双方还是在拖，但剩下的时间里，就是神殿战队滚 Quake 战队的雪球了。转眼到了第30分钟，神殿战队拿下了第3条暗影主宰之后，推出3路超级兵，但这也没有干掉顽强的 Quake 战队。一直等到3分钟之后，神殿战队拿下了一条黑暗暴君，凭借着黑暗暴君的 buff 加成，这才一波团战2换5，推上高地战胜了 Quake 战队。而这一波的胜利主要靠的是小雅的嬴政。嬴政后期的输出实在是太恐怖了，就连程咬金、刘邦都很难承受得住嬴政的爆炸输出。于是第一局比赛以神殿战队艰难胜利落下了帷幕，整场比赛耗时将近40分钟，算是职业赛上的超长战役了。不过距离 KPL 历史上最长记录的50多分钟的对决来说，这场比赛还算是不太长。呼，终于打完了，我看他们都快累瘫了。苏哲指着眼前的2支战队说道。韩小军点点头 ，Quake 战队的这一点够烦人的，就喜欢打持久战。神殿战队那些老手都是耐力过人型的，但也被打得筋疲力尽了，一会儿还有下一场呢。我觉得神殿战队都快崩溃了。旺财笑着说道 ，Quake 战队也太狠了，这是要逼死神殿战队啊。Lucky 则摇头道，我看 Quake 战队那边也没好多少，人的精力都是差不多的。神殿被折磨了40多分钟，他们也被折磨了40多分钟。尤其是 Quake 战队第一场比赛还输了，这不是比神殿战队还要丧气？韩小军看着比赛场，无奈摇头道，那就要看看第2场他们双方打出怎样的阵容了。估计这2支队伍的精神状态都不会太好，我是不管了，我得先去个洗手间。打了40分钟，我的妈呀，膀胱都要憋炸了。闪现，哎呦，有必要吗？闪现，没必要吧？闪现换我，感觉也没有。哎，还是满血呀、
1323吗？刚刚对对，往后跑，往后跑。哎，通过小地图也可以预判啊。当然，这个预判的话，很吃熟练度。通过小地图预判别人的走位，然后用一技能去打断他。这个是比较吃熟练度的，就你对这个英雄的一技能的理解。嗯，他断了，他断大了，再怎么飞也没用啊。你再忽然又怎样？再忽然又怎样？我没队友，你能欺负我，我队友就不能欺负你。干什么意思？任务做了之后就赶紧母女，该做大叔加帽子。这把他应该飘不起来。升级一技能加强过后很猛，他这一技能现在很好命。特别好命。往里面。有点痛啊。这都能打到我啊！他不是刚在上路吗？他不是刚在上路吗？一下就飞过来了。飞不动，笑死爷了！我操！我刚看他在上路，他一下子闯关了。狩猎怜悯梦魇。
波打过来了。也可以和貂蝉的一样，昭和怜悯梦也行，差不多的。还去惹他干嘛呀？看着就吓人，这个事情。谁敢惹你？这船不好打呢。对面全是突破牌的，就看待会儿这个露娜犯不犯病。啥呀？因为一个露娜引发的血案，不要来杀我！露娜会玩啊！真他妈痛！这个圈你不回？要不把这个给卖了？护甲我不想做了。杀伤害。唉。
露娜断大了。他们死2个。别害我这个，我站得远远的。哼。不过他有蓝 buff 的话，就算断大也是差不多10秒钟。好去战就行。那这英雄注定要吃3条线。一波了吧？真他妈服了！你们俩犯病啊！把最难杀的露娜杀了，你们去把，你们被他给蹲了，我是服了。龙没了。真傻。我肯定不会让你这个线上。一叉这我不清楚，反正我肯定是不会让这个线上的。
这野怪该刷的都给他刷了，不要让露娜当踏板。你要跑？跑哪儿去嘛？够了一个币。拿下！哼，